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购物时常犯错误。小美，我最近购物遇到一件怪事。哦，什么怪事？快和我们说说。我买了一件大号的衣服。大号？听起来很正常啊。但它到手后竟然小得可怜。哈哈，真的吗？这太奇怪了。我穿上就像穿了童装一样紧。哇，听起来好尴尬啊。是啊，我都开始怀疑我的尺码了。屏幕前的你有没有遇到过呢？有些店的尺码真是太特别了。对，好像每个国家都有不同标准。我以为大号就是大号嘛。哈哈，这就是购物常犯的错误之一。是啊，不仔细看尺码表就下单。还有就是容易被促销活动吸引。没错，看到打折就想买，结果买回家才发现并不需要。我经常买了一堆，却很少用。这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吧。还有那种买一送一的诱惑。哦，这个我太懂了，停不下来。明明只需要一个，却买了2个。堆在家里，浪费了钱也占地方。购物真是一门大学问呢。尤其是网上购物，更容易出错。对，看不到实物，只能看图片。图片和实物可能差很多哦。颜色、材质都可能和想象不同。这就考验我们的判断力了。有时还会被评论区误导。刷单、假评论，这些很常见。要学会辨别真假信息才行。是啊，购物前功课要做足。不然就会像我一样买到童装。哈哈，你这经历真是太逗了。还有一种错误是盲目追求品牌。觉得名牌就一定好，是吗？质量不一定最好，价格却很高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以前就常犯这个错误。还有呢，冲动消费也是大问题。一时兴起就直接付款了。不考虑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它。结果买回家放在角落吃灰。这些购物错误真是层出不穷。我们今天才说了几个小例子。接下来我们还会聊更多有趣话题。话说回来，你觉得购物时最容易忽略什么？我觉得是忽略了售后服务。啊，这个确实很重要，很多人不看。我有朋友买电器坏了都没法修。因为没留意保修政策是吗？对，买之前要问清楚多久能退换。还有就是被那些限时促销迷惑。感觉不买就亏了，是吧？对，上次我就为了包邮买了不需要的。哈哈，为了凑单，最后买一堆没用。真是得不偿失。这叫什么来着？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。意思是表面占便宜，其实是商家套路。就是最终还是消费者买单。中国商家很懂这些心理战术啊。是啊，所以我们得更理性才行。另外，过度追求性价比也可能出错。性价比高难道不好吗？
有时太便宜的东西质量没保障。比如我买过一个超便宜的充电宝，然后呢？没用几次就坏了。对呀，还差点把手机充坏了。哎呀，这真是省小钱花大钱。对，买东西不是只看价格标签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哪些商品特别容易犯错？我觉得衣服鞋子最容易冲动买了。是啊，看着好看就想拥有。毕竟衣服能直接提升外在形象。这和人靠衣装马靠鞍的思想有关。对，中国人很重视第一印象，所以会花很多精力去打扮自己。但不合身的衣服穿出去也尴尬。我就记得你上次买童装的经历。别提了，那真是我的购物黑历史。还有一种购物陷阱是信息过载。网上评论太多，反而不知道信哪个。对，看了一堆测评，最后更纠结。从选择困难症变成选择恐惧症。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做减法。怎么做减法？具体怎么操作？比如只看前几条评论，或直接问朋友。朋友的经验通常更真实可靠。购物习惯养成挺重要的。是啊，但最难的是抵制限时优惠。没错，总感觉错过就亏大了。这种不买就吃亏的心态，你觉得？这背后其实还有文化因素。哦，什么特别的文化因素呢？比如说，和节俭的概念有关。哎，这个听起来就复杂了，下次我们……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提一下。中国人普遍有节俭的习惯。勤俭持家嘛，优良传统。但有时会变成过度囤积。就是觉得便宜不买亏了。我有次买了一堆赠品。哦，赠品还用买的吗？不是买一件送很多小样。结果正品没用，小样过期。哈哈，我也有类似经历，囤了好多免费的洗发水，家里根本用不完那些啊。这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原来如此，看似免费，实则不然。说的是商家套路很深。还有个词叫物尽其用。但过度就成了囤积癖。感觉国人对囤货特别执着。可能跟以前物资匮乏有关。哦，那种匮乏感影响至今。比如双11抢购卫生纸。没错，厕纸真的可以囤一箱。但真的有那么多需求吗？可能就是图个心理满足吧。这种满足感真的划算吗？话说回来，大家会怎么选择？我觉得明确自己的需求。购物前列个清单，很重要。但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快。比如临时看到超值特价。其实这背后还有面子。哦，面子也和购物有关。有时买贵的是为了撑场面。送礼特别讲究包装和品牌。礼物代表心意，也代表身份。即使自己用不上，也得买。我朋友上次买了一件名牌，他说只是为了聚会穿一次。
穿一次就压箱底，太浪费了。但他觉得这样才有面子。所以，为了面子掏空钱包，这种心理在国人中很常见。那买东西为了攀比呢？攀比也是面子的一部分。哎，这层关系真是微妙啊。购物决策还受情绪影响。情绪，比如不开心就购物。对，这叫报复性消费。哇，这个话题更深入了。下次我们好好聊聊情绪购物。没错，情绪购物确实很普遍。我也常看到这种现象。除了情绪，还有盲目跟风。哦，就是看别人买什么，自己也买。对，不管是不适合自己。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。怎么说？讲讲他的故事。他最近跟风买了露营装备。可是他平时爱宅在家啊。是啊，就用了那么一两次。哈哈，典型的一时兴起。没错，后来都堆在阳台了。这真的也算一种浪费呢。可他觉得不买就落伍了。哦，这又跟融入有关了。没错，咱们说从众心理。很多人都想和大家一样。还有那种限时折扣的诱惑。限时优惠真的很难抵挡。我有次半夜抢购面膜。然后呢？买到很多吗？买了好多，根本用不完。结果呢？后悔了没？收到货才发现是重复的。太搞笑了，这不就是冲动消费？对，而且常常是低价诱惑。那种凑单也很常见。为了免邮费，多买好几件，最后反而花更多钱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？当然有啊，太多次了。比如，你为了凑单买过什么？我为了凑单买过小零食。哦，那还好，至少能吃掉。但根本不是我想买的。中国商家很懂促销心理。他们会用各种花样引诱，比如双11的套路。提前付定金，尾款更便宜。让人觉得不买就亏了。这种捡便宜的心态。我上次买了一堆洗衣液。用得完吗？囤了多少？用了2、3年还没用完。哇，那真是太夸张了。现在家里都堆满了。看来下次不能只看价格。关键是看自己是不是需要。是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哎，说到这里，我又想到一个更深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们购物的动机。动机？你指的是什么呢？有时不是需要，而是情绪。哦，我懂了，疗愈式购物。对，或者说是盲目跟风消费。比如看到别人买，自己也想。还有一种是囤积癖吧？囤积和促销囤货不同吧？不，我说的是对物品的执念。我上次买了一堆多肉植物。哇，那不是挺贵的吗？结果太多，很多都死了。哈哈，这真的太可惜了。哎，
当时只顾着好看便宜。这跟面子工程有点像。面子工程，购物也有吗？有啊，为了炫耀或保持形象。比如买昂贵的限量版包包。对，即使不常用也得买。这种消费观，你怎么看呢？我觉得偶尔可以，但不能过度。是啊，还有凑单这个坑。没错，为了包邮买了不需要的。我上次为了免邮买了5支牙刷。5支，那要用多久啊？根本用不完，最后都送人了。那邮费不是变相付了吗？是啊，感觉自己很傻。还有一种是饥饿营销。饥饿营销？怎么操作的？制造稀缺感，让人抢着买。比如限量款球鞋，秒没。对，越难买到越想要。这真是抓住了人的弱点。也反映了国人对稀有品的追求。仿佛拥有了就与众不同。实体店被销售说服的经历。有，上次买衣服，店员太热情。然后呢？买到不喜欢的吗？硬是推荐了一件不适合的。哎呀，这种压力真大。我回家后悔了很久，没穿过。所以，坚持自己的判断很重要。是啊，不能被别人的意见左右。但有时候，好坏真的难分辨。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。说到这，我想到一个售后问题。售后，那确实也很麻烦。是的，涉及退换货和纠纷处理。哦，那下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。是啊，售后问题确实不少。特别是退货，流程很复杂。我也遇到过，很费时间精力。有时还不能成功退换呢。所以，买前要看好条款。对，冲动消费是大忌。还有那种限时抢购，总是让人头脑发热。买了不需要的东西。比如那些优惠券陷阱。是啊，总觉得不买就亏。结果买了一堆闲置品。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，囤了好多用不上的东西。占地方，还浪费钱财。购物真的需要理性。比如先列购物清单。货比三家也很重要。不要只看价格便宜。质量和实用性更重要。很多便宜货不耐用，最后反而花更多钱。买东西确实有学问，不然就会踩很多坑。今天的讨论很有趣，让我回想好多经历。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。避免冲动和被推销。认清自己的真正需求。学会理性分析和选择。这些都是购物的智慧，对消费者很有帮助。是啊，避免踩雷。我们的钱包也能保住。小美，今天聊得真尽兴。是啊，受益匪浅呢。我觉得最大的体会就是，别被表面优惠冲昏头。哈哈哈，说的没错。
那么，听众朋友们呢？你们在购物时常犯哪些错？或者有什么独家秘诀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。下次我们聊聊二手物品，环保又实惠，很有意思。感谢大家收听，下期见。期待下次相遇，再见啦！